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安格斯这个影片为大家带来一株我非常喜欢的蝴蝶兰哦，它是一个近缘生种，是由白化的姬蝴蝶兰跟白化的贝丽娜交配而成的子代。但是呢，你看到它这边很明显的是有粉红色的颜色，这个呢，我琢磨了2年多之后，我后来终于跟我购买的那个兰园去联系，那他们是说因为种子培育虽然说父母亲本都是白化的品种，但是种子培育出来有时候呢，它的这个颜色的基因还是会显现，这是为什么它这边是有颜色的原因。我还是很喜欢这株蝴蝶兰，是因为它是近缘生种，然后呢，它也是有淡淡的香味。那再来呢，就是它一样在花的这个分布上面是有斑点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兰花特征。所以你可以说我是斑点控。那这株兰花在它的上一个开花周期，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片段呢，它是来了2个花梗。那因为有姬蝴蝶兰在所以它的这个多花性呢就没有受到贝丽娜的影响。因为贝丽娜其实在我的养护之下，它虽然也是能够续花，但是它每一次来的花朵根据你的这个植株的年纪，有时候它可能来个2-3朵、3-4朵就很了不起。但是这边呢，它的这个多花性是从姬蝴蝶兰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它可以一次可以开一小撮。那它的花期呢，一般来说1个半月不是问题。那我对它的养护跟其他兰花一样，如果你跟我频道一段时间，你知道我就是25%加25%，什么意思呢？1/4杯的水加上25%的浓度。那这1/4杯的水量呢，大概就是59-60 cc 这样的一个量，是你做烘焙的时候它的那个量杯的1/4杯，而不是它种植容器的1/4。OK， 这株兰花其实也在我的养护之下经过了一些波折就是它刚开始买来的时候呢，苗还很小的时候，其实根系不是怎么的健康。那我首先是用了一个容器，然后没有打洞的，然后它很浅，然后里面只放很蓬松的水草，所以是那种无洞的水草种植方式，让它去开根，然后开到一定程度，它很多根系都长到盆外之后呢，我才把它重新种到像现在这样的杯子，然后用无机介质来种植。等一下会有看到他现在种植的影片片段。那经过在几年的养护，它虽然每一年都有开花但是这一次的开花呢，比起之前来说呢，表现又更好，双花梗，然后朵数各方面也都算多。那我非常喜欢看到的就是它花的这个上面的斑点。那我个人的观察是，我发现以姬蝴蝶兰作为母本，然后再配上其他的这个原生种，都很容易能够带出它基因里面所带的这些小斑点的这个花朵的呈现。所以如果你是斑点控的话，你不妨能够多去找一些跟姬蝴蝶兰相关的这个应该说近缘生种。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最新开花周期的一个照片影片记录。这边呢，它这一次就只来了单一花梗，不过呢，它的这个朵数上面呢，从以1个花梗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一般水准，就是平均的朵数数量，大概就是7朵左右吧，7-8朵。那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呢，比较好玩的是说，它开始出现了有一点这种慢慢续花的感觉，就是所有花都开完之后，它才开始又长了最后面尾端的一个花苞，然后才又继续开花。这个是之前它没有过的一个现象。
也许在等它年纪更大一些，也许它的这花梗就有办法存活下来哦。因为现在来说，即便它是2个品种都有续花性，2个父母亲本都有续花性，但是这株在我的养护之下呢，它一般来说开完花之后，它的花梗就会开始变黄所以也许再过个几年，它的这个花梗就有办法保持。那我其实很希望能够它的这花梗的节上面能够长高芽但是我是没有用任何的荷尔蒙啦，我就是让它自然生长。如果会长高芽的话那我就欣然接受，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一般正常的养护。我之前呢还有一株是它叫做台大阳光它是鸡蝴蝶兰跟盾花蝴蝶兰的交配的近缘生种。不过那一颗在早期我频道早期没有怎么介绍，是因为它被我养死了。那我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办法找到那一株的这个替代但是有被我找到这一株，所以我还是当初就很毅然决然的赶快下手购买。那这株开花，其实我很喜欢看它的花，除了斑点之外呢，其实外面花的外围还是有一圈白色的滚边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那它的唇呢，就是非常的红，桃红色，那这个跟鸡蝴蝶兰的那个颜色的特性很像。那这边的影片片段是给你看一下当时所有花都打开的一个样子。花期蛮长的，不过它的第一朵花前面1-2朵已经开始有出现枯萎的现象了。这株兰花呢，其中一个叶子就是出现了一点溃烂，所以我就赶快把它剪掉。然后它的叶子呢长得也算不错，然后感觉根系还可以，不过也因为几年了，所以是差不多时候该对它进行出盆检视根系因为如果再不做一些处理，我很怕它会有烂根的情况，因为总是感觉可以，但是好像里面有长一些发霉的感觉你看这边底部的根系有出现一点溃烂，所以是时候要对它进行出盆。假使没有的话呢，其实就是赌博性质有点大了。如果想要再多赌1年的话呢，其实因为底部已经出现一点根系的这种小溃烂的现象，其实就是说你的控水就要更加的去执行它固定水量跟一个干湿循环，让它完全干，这样子也许就能够控制里面的一些霉菌病菌的生长。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